EA888谁修谁发家。关于大众集团这款明星发动机，江湖上一直流传着它的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木学长。今天是 BBA 当家4缸发动机解读的最后一期视频。前2期视频学长聊了宝马的 B48，还有奔驰的 M254。还没看的兄弟们可以来超音速的主页补一下作业。那这期视频学长会从 EA888系列发动机的演变历史，还有技术解读、改装潜力、常见故障，还有优缺点分析这5大维度，带你深入了解一下奥迪 EA888这款神机。本期视频一定是你能看到关于 EA888 系列发动机最详细的解读了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干起来真的费时又费力，兄弟们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一个一键3连支持一波，这对于我这个新 UP 真的非常的重要。那在聊之前，学长要先声明一下，以免被喷子说我不专业。EA888 其实并不是一款发动机的型号，而是国内对于大众集团一系列发动机的一种民间叫法。用 EA888 来命名大众集团的 1.8T 和 2.0T 发动机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准确的。但是学长今天还是会沿用 EA888 这个名称，因为学长最早就是给奥迪做培训的讲师。我知道，如果说我用 DTK、DTG、DKU、DKY 这些名字来聊本期视频，你肯定坚持不到5分钟就想上床睡觉了。既然在国内大家已经习惯了 EA888 这个名字，那我就用1代、2代、3代、4代、5代来命名，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跟理解。名字它只是一个称呼，想把车聊的专业其实并不难，但是想把专业的汽车知识聊到大家都能听懂，而且好理解，这个就非常难了。EA888 系列发动机最早诞生于2006年，这款发动机研发之初是为了取代老旧的 EA113 系列。那很多兄弟们问我怎么去区分 EA888 和 EA113 这俩发动机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大家看一下发动机侧面就可以了。EA113 用的是正时皮带，而 EA888 用的是正时链条。国内首款搭载 EA888 的车是2007款的一汽大众迈腾，这款发动机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发动机了，有可变气门正时、缸内直喷和涡轮增压这些技术。到了2009年 ，EA888 系列升级到了第2代机型。2代机型大家可以理解成大众收集了市场反馈，给初代打补丁的一个版本。技术层面，初代跟2代机型没有本质的区别。那虽然2代发动机大众做了改进，但可以说是改了一个寂寞。随着大众这款发动机在国内的保有量越来越大， EA888 谁修谁发家，还有大众、奥迪烧机油已经成了人们的固有印象，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得出，德系车企对于技术升级一直都是比较激进的一个态度，喜欢把还没有经过验证的新技术投入市场，等市场反馈出问题再不断的升级打补丁。大众早期的 EA888， 还有宝马的 N54，奔驰的 M264 加48伏轻混都是在这个理念下诞生的产品。EA888 前2代发动机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实验用的半成品，质量非常的差。就比如活塞环跟油气分离器设计缺陷导致发动机严重的烧机油，还有正时链条挡板设计不合理，导致正时链条跳齿、活塞顶气门，还有像进气翻板故障、碳罐电磁阀故障、发动机各种传感器故障和漏油漏水等等一大堆的问题。我们总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这句话其实还有一个后半段，就是1000台 EA888 有1000种不同的坏法。虽然这句话有一些调侃的成分，但也足以说明前2代的 EA888 发动机确实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。再加上这款发动机在国内的保有量十分巨大，一款发动机养活一个修理厂，这句话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那由于前2代产品问题实在是太多了，大众集团在2011年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发动机，民间一般称为第3代 EA888。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，虽然叫第3代 EA888，但是这台发动机跟之前的初代和2代机型完全的不一样，可以说是一款从头到脚全新设计研发的发动机。那这种关系就好比丰田的 GT86 还有以前的 AE86 一样，新86只是继承了老86的名字，2台车本质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全新的3代 EA888 除了延续了上代产品的技术以外呢，还增加了双喷射系统、进排气门可变生成、集成式的排气歧管、可变排量的机油泵，同时还优化了散热跟润滑系统。3代 EA888 这款发动机如果硬要划分的话，在国内一共有15个版本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2款发动机就可以了。虽然这样子不够严谨，但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。首先，大众的330，还有奥迪的35、40 TFSI 的2.0T 都是低功率代号真3BZ 的发动机。这款低功
功率版的发动机压缩比是11.7:1，可变气门生成是在进气门侧，发动机一共有8个喷油嘴，喷油压力是250瓦，采用了双喷射系统。这款低功率发动机主打的是高效跟节油，相比于高功率版，进气道积碳情况也更加的轻微。大众的380还有奥迪的45 TFSI 是代号真3的高功率版。高功率版采用的是缸内直喷，燃油压力要比低功率版低，只有200巴。那为了更高的进气增压，高功率版的 EA888 压缩比只有9.6:1。最重要的是，高功率版的可变气门生成是在排气门侧，这样设计可以让排气效率更高。所以网传 EA888 改装潜力无限，指的是高功率版的发动机。低功版由于缸头泵气效率受限，无法做特别大的马力。大众330和奥迪40 TFSI 的车主就不要想着刷大马力去跟别人崩直线了。最后还有一款3代的 EA888 是奥迪 S3 上面用的，这款机器用的是日本石川岛 IHI IS38 的涡轮，尺寸要比普通高功率版的 IS20 的涡轮更大，发动机的散热也要比普通的高功率版强。大家可以把 S3 的发动机理解为官方2阶改装后的高功率版 EA888。经过5年时间积累的经验，3代 EA888 才算是真正进化到了完全体，可靠性相比前2代有了质的提升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通病了。再加上各种黑科技的加持，3代 EA888 的动力、油耗、运行品质都是当下 2.0T 发动机第一梯队的水平。那我们就拿奥迪 A4 40 TFSI 的 2.0T 低功率发动机来看，学长查到的真实油耗是 8.44升油每百公里，这个油耗水平跟采用全铝合金钢体的宝马 B48， 还有排量更小、有48伏轻混加持的奔驰 M254 发动机，它们的油耗水平基本上是持平的。但是呢，要论改装潜力，高功率的 EA888 可以秒杀宝马的 B48 和奔驰的 M254。转眼间，时间来到了2020年 ，EA888 系列升级到了第4代机型。4代只是给3代打了一个小补丁，有点像2代跟初代的关系。4代 EA888 跟3代比，燃油喷射压力提升到了350巴，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别大的技术升级了。马力从3代低功版的190匹提升到了204匹，高功率版从245匹提升到了265匹，这点提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大家不要听网上各种吹4代 EA888，4代跟3代本质上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这也是大众集团一直不把4代引入国产的原因。目前用4代 EA888 的国产车型只有奥迪的 Q6， 还有进口的奥迪 A4、A5、A8、保时捷的马看这些车。因为4代机型国内还无法生产，上汽奥迪 Q6 发动机用的是原装进口的，并不是大连生产的。大众觉得4代跟3代相比，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所以才没有把4代发动机引入国内生产。因为大众想跳过4代，直接国产最先进的5代 EA888。相比于4代，5代发动机技术提升是非常大的，算是大改款的机型。大众首次给 EA888 发动机用上了 VTG 可变截面涡轮，可变截面涡轮首次亮相是997代的保时捷911 Turbo， 现在大众把这个技术下放给了 EA888 系列发动机。这种涡轮可以改变扇叶的几何形状，让发动机的响应更快，输出更线性，扭矩平台也更广。这个技术在效果上，大家可以理解为双涡管的升级版。燃油喷射压力直接从3代的250巴升级到了500巴，进一步提升燃烧效率和尾气排放。从技术角度看，5代的 EA888 就是民用4缸发动机的究极体，几乎用上了目前所有最先进的内燃机技术。大众集团这个系列的发动机经过了近20年的不断演化，终于从幼年期进化到了究极体。那随着汽车全面新能源化，5代应该就是 EA888 这个发动机系列最后一代产品了，也是大众4缸内燃机最后的绝唱。既然5代 EA888 这么先进，国内到底什么时候能买到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呢？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着急，5代发动机的生产线大众已经引入到国内了，大概率就是在大连的发动机工厂生产，真正上市的时间应该就在明年的年底。首款搭载5代 EA888 的车很有可能就是奥迪全新一代的 A4， 毕竟B9 这代 A4 自从2016年上市到现在已经足足7年时间了，产品力已经完全不是宝马3系跟奔驰 C 级的对手。有了5代 EA888 的加持，再配合上全新的外观跟内饰，大家觉得新一代的奥迪 A4 能斗得过3系跟 C 级吗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弹幕里面。EA888 这个系列的发动机虽然大家的褒贬不一，不喜欢它的人觉得它的故障率很高，铸铁的中缸笨重廉价，而且散热非常差；喜欢它的人觉得它动力强，油耗
奥迪配件价格便宜，而且改装潜力巨大。对于这款传奇机型，学长简单做一下总结。EA888的初代跟2代产品是技术不成熟的实验机型，虽然技术先进，但是呢，质量稳定性实在是太差，现在的二手车完全没有购买价值。3代跟4代机型的低功率版，动力、油耗都非常优秀，铸铁钢体的耐用性和维修成本都更有优势，质量稳定性和耐用性也非常的不错，没有明显的缺点了，是一款相当优秀的买菜发动机。高功率版本改装潜力非常夸张，只需要更换大涡轮、高流量的进排气和大中冷，配合上特调程序，在不做发动机内部强化的前提下，就能做到机头450匹马力。如果给发动机腹内锻造 ，EA888 极限可以做到600匹马力的输出，而且这款发动机改装件众多，价格也很便宜。高功率版的 EA888 就是当代的4G63T， 是你能够买到最强的量产民用4缸发动机。5代版本更是将内燃机科技树点满，未来上市以后，如果说质量没有特别大的问题，这将是你能买到技术最先进的民用4缸发动机。最后再回答一下很多兄弟们问我的一个问题。在如今这个时代 ，EA888 坚持用铸铁中钢，到底是不是落后？觉得铸铁中钢落后的兄弟们，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1；觉得大众良心的，可以扣一个2。下面学长要给大家解读一下，为什么大众会坚持给 EA888 系列的发动机用铸铁中钢。首先，大众集团没有自己专属的高性能4缸发动机。那对比一下，奔驰有 M133跟 M139，就是 A45上面的那款 2.0T 发动机。宝马虽然也没有自己高性能的4缸发动机，但是宝马的 M-Power 系列的车全部都是纵置发动机平台的，有足够的机舱空间装直列6缸发动机。那反观大众集团，像是高尔夫 R、奥迪的 S3、奥迪的 TTS 这些横置发动机平台的钢炮，需要一款动力强劲的4缸发动机。那为了满足大众集团旗下各品牌车型的适用性，大众只能在研发阶段就把发动机的设计冗余定得非常高。那如果用铝合金中钢，能不能做大马力？当然可以。现在的铝合金中钢，只要你愿意，强度完全不会输铸铁中钢。比如奔驰最新款 A45 的 M139，原厂420匹马力，就用的是铝合金中钢。但是这种高强度的铝合金中钢生产周期很长，制作工艺也非常复杂，良品率也比较低。最后这一切都会体现在成本上。大众集团在研发 EA888 的时候，就考虑到要给大众品牌的车型搭载，过高的成本肯定是大众不能接受的。所以 EA888 不得已只能采用铸铁钢体这个方案。虽然发动机很重，而且散热很差，但是大众让你花了不到30万就可以买到原厂0百4.8秒，花6万块钱改装就能进3秒俱乐部的车。当你把某方面做到极致的时候，人们往往只会记住你的优点，从而忽略你的缺点。以上就是学长对于奥迪 EA888 系列发动机的解读。看到这儿，兄弟们千万不要吝啬你们手里的一个免费一键3连，这对于学长这种长视频 UP 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。那做一个预告，发动机系列解读可能要停更一段时间了，超音速将回归二手车选购系列。下期视频学长会跟大家聊一聊二手的保时捷该怎么选，感兴趣的兄弟们记得赶紧关注超音速。这里是超音速，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姆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